有消息称，对岸台军使用从中国采购的零件来制造导弹。无独有偶，美军此前也使用过从中国进口的防弹衣，并且这俩还都喜欢搞贴牌，自欺欺人。一起来看看详细情况如何。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现在的台湾军队可以说是真的烂到家了，不仅被爆出存在兵员素质能力不足的问题，甚至连解放军的电子战都无法应对。此前一架歼 16D 通过电子干扰的方式成功地欺骗了台军的防空雷达，解放军使用电子战手段导致台军雷达侦测到了多达24架歼16战机的信号的假目标。随即台军为核实情况，就把相关的消息公之于众，声称全程掌握大陆空军行动，结果闹出了大笑话。而随后更奇葩的一件事更是刷新了广大军迷的三观，台军为了对抗大陆，居然从大陆购买零件制造导弹。早在去年，为了提高台军的装备水平，以期对抗解放军，以武拒统，台岛内通过了价值548亿人民币的新军购法案，提出要采购数种导弹，其中台当局特地将411亿人民币左右的订单分包给了台岛内的民企采购导弹零件，没想到出现了重大的腐败行为。这些民企为了赚取更多的差价，从大陆采购了大量的民用标准产品进入台湾岛内。台岛民企经过重新包装和伪造文件后的贴牌造假后，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产武器配件，差价相比美国武器配件高达数十倍到上百倍之多。根据台媒的披露，这些民企从大陆采购的产品基本上是导弹螺丝、军规电线、氯酸铵原料、二极体等导弹部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尽量扩大到手利润。目前已知的是，从大陆购买过来的这些民用标准零件已经安装在了台军防空部队的天弓系列地对空导弹上。天弓系列防空导弹是台媒经常吹嘘的对抗解放军战机的杀手锏，这种系列的导弹是台湾军队装备的唯一一款自研的远程防空系统，也是台防空导弹最重要的防御力量之一。这种导弹和美国的爱国者差不多是同一级别的，尤其是最先进的天弓3，射程可达200千米，基本上赶上解放军的红旗9远程防空导弹的早期型了。不光是台湾民企存在浑水摸鱼的情况，台军内部和其科研机构也存在严重的贪腐现象，层层外包，漏洞重重，其中也有机构内部人员参与。台军事专家认为，此举严重破坏了台陆军的防空能力。台军天弓系列导弹使用的电线和二极体等导弹部件都是重要的核心部件，导弹高速运动时会造成高温、震动等情况发生。如果这些从大陆购买的零件不符合军品要求，那么导弹可能在发射后失去控制，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搞不好还会打到自己人。当然也可能根本无法接电发射，成了哑弹。不过也有网友评论专家不懂行，说明美军正品与我们生产的民用品外观质量相当，价格还便宜不少。正常情况下，大部分大陆产品比同款美国原装质量好得多，令人哭笑不得。不得不说，这些台企业可谓是立了大功，以一己之力轻松迫使台军方一大批防空导弹变成废铁。这些采取大陆民用零件的武器，在战时发挥的作用将大打折扣。台军现在还得反攻这些导弹，为此要花费的钱必然不在少数。无独有偶，美国军火商也采用过这种方式，不过人家使用的是从中国购买的防弹衣，套牌摇身一变就成为了美国国产防弹衣。这种防弹衣被高价卖给了美国空军采购处。厉害的是，这些卖给美国空军的防弹衣质量和原版美国国产的防弹衣不相上下，因此美国空军使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发现这是中国国产防弹衣。从以上这些事件我们就能看出，无论是岛内还是美军，只要是和军事相关的，和大陆或多或少都沾点边。像美国从中国购买的加工稀土，美国同样需要这种物资建造高科技武器，如导弹和飞机等重要武器都需要稀土的供应，
如果中国停止向美国出口稀土，那么毫无疑问的是，美国高科技武器生产将面临停滞的困境。这也说明了中国制造基本上是无处不在的。而且不光是在民用领域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军事领域同样如此。